喜欢养花的女人有多特别？她们身上带着3种福气。各位，请坐。今天我要讲一个我看了几十年的现象。我这一辈子研究易经，研究命理，也研究风水，看过的命盘，见过的面孔，真不算少。富贵的、坎坷的、顺遂的、跌宕的，各种人生我都见过。但是有一个现象，我越琢磨越觉得有意思。凡是喜欢养花的女人，日子通常都不会太差。这不是一句客套话，这是我观察了几十年，验证了几十年的结论。你说这是迷信吗？不是。你说这是巧合吗？也不尽然。我说的不会太差，不是她一定大富大贵，不是她嫁了多么了不起的丈夫，也不是她事业多么辉煌，多么耀眼。我说的是她的日子有滋味，她这个人活得有温度，有颜色，有香气。你们仔细想一想，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女人？阳台上种着几盆花，院子里栽着几棵树。她不是园艺专家，她就是个普通人，她就是喜欢，她就是愿意花那个时间去浇水，去松土，去守候。你去她家坐一坐，觉得舒服，你跟她说几句话，觉得安心。她的生活未必多富裕，可你看着她，就觉得她身上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那个东西我用1个字来概括，就是福气。很多人一听到福气2个字，马上就想到发财、升官、中奖。那是福气吗？那只是运气好而已。运气是会用完的，福气不会。福气是长在人身上的。福气是什么？福气是你这个人散发出来的一种气场，让好的东西愿意靠近你，让坏的东西自然远离你。你往那儿一站，不用说话，别人就觉得踏实。这就是福气这个东西，用易经的话来讲，叫德。易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那个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你自己一点一滴积出来的。而养花这件事情恰恰就是一个积德的过程，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而已。我今天就来跟各位好好分析一个喜欢养花的女人，她身上到底自带哪3种福气。你听完以后也许会恍然大悟，原来易经里面的道理从来就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，它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。好，我们一步一步来。我先不急着讲第1种福气，我先讲一个道理。易经64卦里面有一个卦很特别，叫坤卦。坤卦的卦辞是什么？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乾卦讲天，坤卦讲地。天在上面动，地在下面扛。天再怎么变化，地始终稳稳地待在那里，不急不躁，不争不抢。你们想一想，这像不像一个养花的人？花是什么？花是天给，种子落在土里，阳光照着它，雨水润着它，温度护着它，这些都是天的安排。但花能不能长好，关键在于什么？在于地，土壤好不好，营养够不够，排水通不通，这些才是决定花能不能活，能不能开好的根本。地从来不会说，你看这朵花是我养的，我多厉害。地不会这样讲，地就是默默的承载，默默的滋养。花开了，地不居功；花谢了，地不抱怨。这就是坤卦的精神，厚德载物。一个喜欢养花的女人，她在养花的过程中，其实不知不觉就在修炼这种坤德。你别小看这件事情，这是真功夫。我问你，你有没有试过养一盆花？你刚买回来的时候兴致勃勃，天天浇水，天天看。过2天叶子有点黄了，你就着急。过1个礼拜
花苞还没开，你就烦了。很多人养花养不活，不是因为他不用心，恰恰是因为他太用心了。用心过头就是急躁，浇水太多，根会烂，施肥太浓，叶会焦，太阳晒太久，花会蔫，什么事情都做到极致，反而出问题。这在易经里面叫什么？叫亢龙有悔，乾卦上九，飞得太高了，物极必反。所以你看，一个能把花养好的女人，她一定具备一种能力，就是管得住自己的急躁。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浇水，什么时候不该浇，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施肥，什么时候该让她自己慢慢长。她不急，她等得住。这种等得住的能力，在命理学上面是非常值钱的。你去看那些八字里面日主坐下有正印的女人，通常都比较沉得住气。正印是什么？正印就是生我的、护我的那股力量。有正印的人，心态平和，遇事不慌，他不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六神无主。你跟他讲一个天大的坏消息，他听完以后，先沉默一下，然后说：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们想想该怎么办。他不是没有感觉，他是能稳住自己。这种稳，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种福气。静气。什么是静气？静气不是说你坐在那里不动，叫静气，那叫发呆。静气是你内心有一股安定的力量，外面再怎么乱，你里面是稳的。风再大，你这棵树的根扎得深，你就到不了。你们有没有注意过一个现象？养花养得好的人，他的动作通常都很慢。他浇水的时候，不是哗啦一下倒下去，他是慢慢的浇，看着水从土表渗下去。他修剪枝叶的时候，不是咔嚓咔嚓一通乱剪，他是看一看，想一想，这根枝条该不该剪，剪到哪里合适。你以为他在养花，他其实在修心。我讲风水的时候，经常跟学生们说，一个房子的风水好不好，你一进门就能感受到。有的房子你进去觉得很舒服，很放松，想在那里多待一会儿，多坐一会儿，喝杯茶都是享受。有的房子你进去觉得烦躁，觉得压抑，坐都坐不住，想赶快走。这个差别在哪里？就在于那个房子里面有没有静气。你注意看，凡是让你觉得舒服的房子，通常都有一个特点，有绿色植物，有花，有那种生命的气息，但同时又不杂乱，不拥挤，花摆在那里，安安静静的，不吵不闹，不抢风头，但是你能感受到它的存在，那个感觉就是静气的体现。我跟各位讲一个风水学上面的原理。风水讲的是什么？藏风聚气，气是流动的，但是不能乱流。风太大了，气就散了，完全不通风，气就闷了。最好的状态是什么？是气在你这个空间里面缓缓的、均匀的流动。你知道花草在这里面起什么作用吗？花草是天然的气场调节器。一盆花放在客厅的角落里，它在做什么？它在呼吸。植物白天吸收二氧化碳，释放氧气，到了晚上，它又进行另外一种循环。这个呼吸的过程就是一种气的流转，它把那个空间里面不好的气，我们叫做浊气或者煞气，慢慢的吸纳进去，再释放出新鲜的干净的气。所以很多风水师会建议你在家里摆一些绿色植物，这不是装饰，这是调整气场。但是关键在于谁来照顾这些植物。如果你买回来就不管了，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，叶子发黄，盆里积水发臭，那不但不能改善风水，反而会产生阴气，让整个空间的气场变差。所以我说养花这件事情看起来小，其实很不简单。你能把花养好，
说明你这个人的内在是有静气。你有静气，你的空间才有静气，你的空间有静气，你的家庭才有静气，你的家庭有静气，你的日子怎么会差？我再跟你们讲深一层，老子《道德经》里面有一句话，各位应该都听过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养花离不开水，对不对？浇水是养花最基本的事情，但是你发现没有，浇水这件事情学问大得很。什么花喜水，什么花怕水，什么季节多浇一点，什么季节少浇一点，什么时候该浇透，什么时候只要喷一喷，这些全部都是学问。一个不懂浇水的人，要么浇太多把根泡烂了，要么浇太少把花渴死了，这两种都是不懂度。而一个养花养得好的女人，她一定是掌握这个度的。这个度字在易经里面非常重要。我们常常讲中庸之道，中庸不是平庸，不是什么事情都折中，什么都马马虎虎，中庸是恰到好处，是刚刚好，是不偏不倚。你做事做到刚刚好，那就是最高境界。浇水浇到刚刚好，花就活了，就旺了。待人待到刚刚好，关系就顺了，就和了。做事做到刚刚好，事情就成了，就稳了。这中间的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会养花的女人，她在浇水的过程中，其实是在练习掌握度。这种能力一旦培养起来，她再去处理其他事情的时候，也不会太过，也不会不急。她知道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，她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候该沉默，她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，什么时候该放手。这就是静气带来的福报。你身上有静气，你做事就不会冲动，不会极端，不会一条路走到黑，你的人生自然就平顺很多。好，我接下来要讲第二种福气，但是在讲之前，我先把一个伏笔埋在这里。你们刚才有没有注意到，我讲静气的时候提到了坤卦？坤卦为地，地是阴的，那阳在哪里？阴阳不是要平衡的吗？别急，这个问题我等一下会回来。现在我们来讲第二种福气，这种福气叫做生气，不是生气，不是发脾气，那个生气是生发之气的生气。草木发芽叫做生，万物复苏叫做生。这个生字在风水学里面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。你们去看风水书，经常会看到一个词叫做生气方。一个房子有没有生气，直接决定了住在里面的人运势好不好。什么叫有生气？就是你进到这个空间里，觉得有活力，觉得有希望，觉得日子是往前走的，是越来越好。什么叫没有生气？就是死气沉沉，暮气沉沉，觉得什么都没意思，每天就是混日子。一个家里面如果养了花草，那个空间的生气就来了。你不信，你试试看。你在一个房间里面放一盆绿萝，过一段时间你再进去，感觉就不一样了，那个空间活了。但是各位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，这盆花必须是有人在照顾的，不是你放在那里就行。你得浇水、修剪、晒太阳，你得让它生长。如果你放在那里不管它，慢慢枯了，那不是生气，那是衰气。所以生气不是花自己产生的，是养花的人赋予它的。换句话说，你这个人有没有生气才是关键。花只是一个载体，一个媒介。我从易经的角度来跟你们分析一下，为什么养花跟生气有这么深的关系。易经里面万事万物都离不开五行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花草树木，五行属什么？
属木。木的特性是什么？是生发，是向上，是拓展。你看一棵树，它永远是往上长的，不管前面有什么阻碍，它都要往有阳光的地方去。你把一块大石头压在一棵树苗上面，给它足够的时间，它能把石头顶开。这就是木的力量，柔韧而坚定，缓慢但不可阻挡。一个喜欢养花的女人，她身上的木气是比较旺的。什么叫木气旺？就是她这个人有生命力，有韧性。你给她压力，她不会一下子就垮掉；你给她困难，她不会立刻就放弃。她会像一棵植物一样，慢慢的、默默的往前长。也许速度不快，但她一直在进步。你们去看八字命理，有一种格局叫做食伤生财。什么意思呢？食伤是日主所生的那个五行，而食伤又去生财星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自身的能量通过一个中间环节转化为财富和福禄。养花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食伤生财的过程。你想想看，你把你的时间、精力、心思投入到养花里面去，这是你生出去的能量，对不对？然后花长好了，开了，你的心情好了，你的空间美了，你的气场顺了，这些好的东西又反过来滋养你的生活。你的心情好了，跟家人相处就融洽，你的空间美了，朋友来了就舒服，你的气场顺了，做什么事情都比较顺利。你看，你付出的是一点点时间和精力，但是你收获的是整个生活品质的提升。这不就是食伤生财吗？我讲到这里要停下来，跟你们回头接上前面留下的那个伏笔。我刚才说坤卦为地为阴，阴阳要平衡，阳在哪里？答案就在这个生气里面。你们想想看，坤卦是纯阴卦，六爻全是阴爻。但如果六爻全是阴，没有一点阳气，那就是纯坤，也叫龙战于野，是不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阴到了极点，必然要转阳。但是如果转得太猛、太突然，那就是巨变，就是灾难。所以坤卦的智慧在于什么？在于它要在阴的基础上，慢慢的、温和的引入阳气，不是一下子翻天覆地，而是一点一点的生发。这个过程就是我讲的生气。一个有静气的女人，如果同时有生气，那她就做到了阴阳的平衡。静气是阴，生气是阳。静气让她稳，生气让她活，两个加在一起，她这个人就是一个流动的平衡的系统。我再从五行生克的角度来讲一层，木生火，对不对？花草是木，木生火，火在五行里面代表什么？代表理。什么是理？不是那种虚头巴脑的客套理，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那个分寸，那个温度，那个恰到好处的距离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喜欢养花的女人通常人缘都不错，她跟人相处的时候既不会太冷淡，也不会太热情。她有她的热度，但不灼人；她有她的原则，但不伤人。你跟她在一起觉得很舒服，不会有压力，也不会觉得无聊。这就是木生火在人际关系上的体现。她身上的木气自然而然地生出了火的温暖，而这个温暖让她在人群中很受欢迎。你说这是养花养出来的吗？也对，也不全对。应该说养花是一种修炼，它把一个人身上本来就有的好品质一点一点的激发出来。你本来就有那个种子，养花帮你把它养大了，让它开花了。我在研究风水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规律。你去看那些家庭和睦、夫妻感情好的人家，他们家里通常都有花草，
反过来，那些整天吵架、鸡犬不宁的家庭，你去他们家里看看，多半是光秃秃的，什么植物都没有，或者有几盆花也是半死不活的。你说这是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？我认为两者都有。一方面，家庭和睦的人心态好，有闲情逸致去养花；另一方面，花养好了，环境好了，气场顺了，家庭也会更和睦。这是一个良性循环。风水学里面讲气讲场，一个空间里面的气场是会影响住在里面的人的。你把一个脾气很好的人放到一个气场很差的环境里面，住上3个月，他的脾气也会变差。反过来，你把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放到一个气场很好的环境里面，慢慢的他也会变得温和一些。环境影响人，人也影响环境，这两者是互动。所以你看，一个女人喜欢养花，她不只是美化环境，她是在经营一个良性的气场循环。她通过养花让环境好起来，环境又反过来滋养她和她的家人。这个循环一旦建立起来，家里面的整体运势就会往上走。我特别要跟各位讲一点，在风水里面，家中的东方和东南方属木，如果你在这2个方位摆上一些生长旺盛的绿色植物，对家中的木气是有加强作用。木气旺了，生发的力量就强了，做什么事情都比较有劲头。但是注意，不是什么花都适合放在任何位置，比如说带刺的植物、仙人掌那一类的，不适合放在卧室，因为它的气场是带煞的，有攻击性。你放在阳台或者窗外，可以化解外面的煞气，放在卧室反而影响夫妻感情。你看莲花怎么摆都有学问，而一个养花养久了的女人，她不一定学过风水，但她会凭直觉把花放在对的位置。你问她为什么放这里，她会说我觉得放这里好看。其实她那个觉得就是她的气场跟空间的气场在对话，她感受到了，只是她没有用风水的语言去描述而已。这就是生气这种福气的奥妙，它不是刻意求来的，是你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。你养花，花回报你，你善待生命，生命也善待你。这个道理简单的不能再简单，但是真正做到的人少之又少。好，现在我来讲第3种福气。讲之前，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一朵花从种下去到开花需要多长时间？有的花快一些，1-2个月就开了，有的花慢一些，可能要等半年、1年，还有一些花你种下去之后连续几年都不开花，你以为它死了，结果有一天突然冒出花苞来，开得比谁都漂亮。我问你，在那漫长的等待过程中，你是什么心情？你急不急？你想不想拔出来看看它到底有没有在长？你想不想换一盆新的？绝大多数人是等不住的，他看不到结果就不愿意继续投入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我理解。但是一个真正喜欢养花的女人，她等得住，她知道那朵花在土里面，虽然你看不见，但它的根在生长，它在积蓄力量，它不急，它相信时间。这种等得住、信得过的品质，就是第3种福气，和气。这个和字，你可不要小看它。易经第37卦叫做家人卦。家人卦的卦辞是什么？家人利女贞，翻译成白话就是家庭的和谐兴旺，关键在于家中女性的品德是否端正。注意，
这里说的不是女人要听话，要顺从，那是后来人曲解的。易经原本的意思是，一个家庭的气场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中女性的修养。她安定，全家就安定；她焦虑，全家就焦虑；她暴躁，全家就不得安宁。这并不是说一切都是女人的责任，男人当然也有他的角色，但是从气场的角度来讲，女人对家庭氛围的影响确实是更大的。这是阴阳之道决定，不是谁强谁弱的问题。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坤的特性就是包容、承载、化育，这些正好跟家庭氛围的营造是对应的。一个喜欢养花的女人，她在家庭中充当的角色，就像她对待花一样，耐心细致，不急不躁。你知道养花最难的是什么吗？不是浇水，不是施肥，不是修剪，最难的是忍住不动。什么意思？有时候花看起来长得不太好，叶子有点蔫，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赶快浇水，赶快施肥，赶快搬到太阳底下去。但其实很多时候花蔫了，只是因为它正在适应新的环境，或者它在休眠。你这个时候去折腾它，反而害了它。最好的做法是什么？不动，让它自己慢慢调整。你看这需要多大的定力。忍住不动这4个字放到家庭关系里面就更有学问了。老公心情不好回来发了一顿脾气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大多数人是对骂，或者是委屈的哭。但是一个有和气的女人怎么做？她不动。她不是没有情绪，她有，但她知道这个时候不是计较的时候。她等她气消了再慢慢说。你可能觉得这是委曲求全，但你仔细想想，人在气头上说的话有几句是真心的，你在那个时候跟他对着来，两个人都在气头上说出来的话越来越过分，到最后伤了感情，值不值得？孩子考试考差了，你是劈头盖脸一顿骂，还是先坐下来问问他怎么回事？一个有和气的母亲，她选择后者，她知道骂不解决问题，只会让孩子更害怕，更不敢跟你讲实话。她选择等一等，听一听，然后再一起想办法。这种处理方式跟养花是一模一样的。你看花不对劲，先观察，不急着动手，观察清楚了再对症下药，这就是和气的智慧。我在命理学上面看到过很多案例，有一些女人八字里面印星很旺，特别是正印得力的，她在家庭中通常都是起稳定作用的人。什么叫正印得力？就是那股保护、包容、滋养的力量，在她的命盘里面是强大的，而且是用得上。印星属什么？要看具体的五行配置，但不管属什么，印星的本质都是一样的，它是生我的，是给我力量的。一个印星得力的女人，她本身就有源源不断的内在力量，她不需要从外面去抢、去争、去夺，她自己就是一口井水，是从里面往外冒的。这样的女人跟她在一起，你会觉得踏实。她不跟你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因为她内在是富足的，她不缺那点东西，她愿意包容你的缺点，不是因为她软弱，是因为她看得通透，她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，包括她自己。这种通透是从哪里来的？有一部分是天生的八字带来的，有一部分是后天修炼，而养花就是一种很好的修炼方式。你天天跟花打交道，你就会懂得一个道理，每一朵花都有它自己的花期，有的花在春天开，有的花在秋天开，有的花在冬天开。你不能要求一朵冬天的花在春天开放，那是强人所难。
同样的道理，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按照你的节奏来。你的丈夫有他的节奏，你的孩子有他的节奏，你的朋友有他的节奏。你尊重别人的节奏，别人也会尊重你。这就是和的真义，和而不同。易经里面讲同人卦，同人卦不是说大家都变成一样，那叫同，不叫和。和是什么？和是大家各有各的不同，但是能够和平共处，能够互相配合。就像一首交响乐，每一种乐器的声音都不一样，但是合在一起很好听。如果所有乐器都发出一样的声音，那就不是交响乐了，那是噪音。一个养花的女人，她的阳台上种了好几种花，每种花的颜色不同，形状不同，花期不同，需要的光照和水分也不同，她把它们都照顾好了，让每一种花都在自己该开的时候开，这就是和而不同。她把这种能力带到家庭里面，那家里面的关系就和谐了。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空间，都被尊重，都被善待，但同时又能够凝聚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整体。这种家庭运势能不好吗？我跟各位讲，风水学上面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，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不是什么三环水抱，不是什么坐北朝南，是家和万事兴。你家里面的人际关系和谐了，那就是最上等的风水。反过来，你住在多好的房子里，方位多好，格局多好，但是一家人天天吵架，那也白搭。一个有和气的女人，她就是全家最好的风水。她在家就安，她笑，家就暖，这不是客套话，这是实实在在的道理。我再补充一点，这一点是很多人忽略的。养花还有一个好处，它让你跟自然保持连接。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是跟自然脱节了。你住在楼房里面，出门就是马路，上班就是办公桌，回家就是电视。你什么时候真正的接触过泥土？你什么时候真正的观察过一片叶子，从嫩绿变到深绿，再变到枯黄？你什么时候真正的感受过四季的变化？你跟自然脱节了，你的身体就会出问题，你的情绪就会出问题，你的运势也会出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，你脱离了自然，就像一条鱼离开了水，你再怎么折腾都不舒服。养花是最简单的让你重新跟自然连接的方式。你不需要住到山里去，你不需要去种田，你只要在阳台上种几盆花，每天花10分钟去照顾它们，你就跟自然接上。这个接上很重要。从风水的角度来讲，人一旦跟自然的气场接上了，你自身的气场就会被调整，被净化。那些不好的东西慢慢的就排出去了，那些好的东西慢慢的就补进来了。你说这有那么神奇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不是神奇，这是自然规律。你去看那些住在乡下的老人，很多80、90岁了，身体还很硬朗，天天在院子里种花种菜。你说他们懂养生吗？他们不懂，他们就是跟自然待在一起，自然而然的健康长寿。好，我现在把3种福气都讲完了，静气、生气、和气。但是各位，如果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那你就想得太简单了。我研究易经最大的一个心得是什么？易经不是教你一个单独的道理，它教你的是一个系统。什么叫系统？就是每一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，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，是会互相影响的。静气、生气和气，
这三者之间也不是孤立。你仔细想想看，你没有静气，你能养出生气吗？你急急躁躁的，今天浇太多水，明天施太多肥，后天闲花长得慢，把它扔了，你能养出什么生气？只能养出怨气。反过来，你只有静气，没有生气，行不行？也不行。你倒是很安静，什么都不做，花也不浇，草也不修，就坐在那里，看着那盆花，该哭还是哭，该死还是死。你安静有什么用？你的安静没有化为行动，那只是懒惰的另一种说法。再来，你有了静气和生气，但是没有和气，会怎么样？你自己养花养得很好，但是你跟家人的关系搞得一塌糊涂。你丈夫说你整天就知道弄那些花花草草，不管家里的事情。你孩子说你对花比对他还好，到最后花是养好了，家也散了，那有什么意义？所以三者必须是一个整体。这在易经里面对应就是三才，天地人。天是生气，听清楚，天是生生不息的，是运动的，是向上的。你身上的生气就像天一样，给你动力，给你方向，给你希望。地是静气，地是坤，地是安静的，是承载的，是包容的。你身上的静气就像地一样，给你根基，给你稳定，给你定力。人是和气，人居于天地之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和。你跟天和，顺应自然规律；你跟地和，尊重客观现实；你跟人和，维护人际关系。做到了这三个和，你在天地之间就立住了一个喜欢养花的女人。她在养花的过程中，同时修炼了这三种气，这不是巧合，这是因为养花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天地人合一的过程。你种下一颗种子，这是你跟地的互动；你让它接受阳光、雨水，这是你跟天的互动；你每天去观察它、照顾它、等待它，这是你跟自己内心的互动。这三种互动加在一起，你整个人的气场就通了，就顺了，就和谐了。你的气场和谐了，你周围的一切就会跟着和谐。你的身体健康，你的心情愉快，你的家庭和睦，你的事业顺利。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那个结论。喜欢养花的女人，日子都不会太差。不是养花带来了好运，是养花这个行为背后的那些品质：耐心、细致、包容、坚定、顺应、自然。这些品质本身就是福气。你有了这些品质，走到哪里都是自带福气的人。各位，我最后再补充一件事情。我前面一直在讲女人，但是今天在看的观众里面一定也有男性。你们可能会想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喜欢养花的女人，你的母亲、你的太太、你的女儿，你要好好珍惜她，因为她身上有着三种福气。这三种福气不只是她自己的，也是你们整个家庭的。她是你们家的坤德，她是你们家气场的根基。你不要嫌她整天摆弄那些花花草草，你不要嫌她在阳台上占了太多地方，你更不要嫌她花了几块钱去买花盆、买肥料，那些东西看起来是小钱小事，但是她在做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她在帮你们整个家庭修炼福气。易经讲生生之谓易。什么是易？就是变化，就是生生不息。宇宙间最伟大的力量不是毁灭，而是创造；不是死亡，而是新生。一个喜欢养花的女人，她每天都在见证生命的力量，种子发芽，
枝叶生长，花朵绽放，它跟生生之德是最亲近的。你说命理是看先天还是后天？我跟各位讲，两个都看。先天的八字决定了你的底色，后天的行为决定了你在底色上面画出什么样的八字。好，但是后天不努力不修心，那也会把一副好牌打烂，八字平平。但是后天懂得修炼，懂得积德，那也可以逆风翻盘。养花就是一种后天的修炼，它修你的静气，补你的生气，养你的和气。它看起来毫不起眼，但日积月累，效果是很惊人的。我这一辈子讲了很多课，说了很多道理，但是如果你问我什么道理是最重要，我会说道在日常，大道至简，大道也至静。它不在深山老林里面，不在古书堆里面，它就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。你浇一次水是道，你修一次枝是道，你等一朵花开也是道。你不需要做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，你只需要认认真真的对待你手上的每一件小事。养花如此，做人也如此。我以前常说一句话，人生最高的境界不是轰轰烈烈，是水到渠成。一个喜欢养花的女人，她不会到处去炫耀自己的福气，她的福气就像她阳台上那些花一样，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开着。你走过去看到了，闻到了，心情好了，那就够了。她不需要你知道她有多好，她只需要她自己的日子过得踏实，过得心安，这就是真正的福气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你回去可以好好想一想，也可以看看你身边那些喜欢养花的女人，她们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那样，身上自带这3种气。如果你自己也想试试，不要犹豫，去买一盆花回来，认认真真的照顾它，不用多，1盆就够了。